这里是昭陵的陪葬墓长乐公主墓啊，长乐公主是李世民的女儿。这个地方出土了一级文物啊，堪称国宝。我们去看一下，非常独特，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。就是这件物品啊，国家一级文物，大家没见过的，发现这个是像什么呢？它这个是一方砚台呀，很独特吧？这里呢是长乐公主墓的一个壁龛，在壁龛里面发现的，当时在这里出土的。这个墓中为什么会有砚台陪葬呢？我们知道啊，一般在墓中啊陪葬的都是那些陶俑啊，其他的东西或者壁画。这个砚台为什么会出现呢？是这样的，当时唐朝的时候啊，书法呀比较盛行，唐太宗比较喜欢书法，所以作为父亲又是皇帝喜欢书法，所以对子女的影响也很深。当时呢，王公大臣都相互学习嘛，所以说我们常说的李治比较学习爱研究王羲之的书法，晋阳公主呢喜欢临摹太宗的飞白书，长乐公主也不例外，也有不凡的书法造诣。所以作为长乐公主啊，她英年早逝，李世民呢伤心不已，就把她生前用的东西啊，比较喜欢的东西作为陪葬放在这个墓中。我们现在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砚台。这个砚台啊，是现在发现唐朝最早的砚台，它是叫什么名字呢？叫白瓷辟雍砚。这个辟雍啊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当时早期周朝天子啊为教育贵族子弟所设立的学校，校址圆形，位于水池，前门外呢有便桥。东汉之后呢，历代皆有辟雍。辟雍砚呢，便是工匠模仿辟雍形制设计而成的。在魏晋南北朝啊，这个辟雍砚台啊，多为三足或者四足，就有角嘛。到了隋唐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辟雍砚，这个圆形的很精美。然后来说一下这个详细的。我们看看这个砚台啊，它这个有两部分组成，一个是砚盖，还有一个砚台。这个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中间呢，黑色的就是那个使用的痕迹啊，中央微微凸起来，就是当时啊研墨嘛。然后旁边呢，有一个凹槽一样的，就是可以储存墨汁。在边墙还有下面呢有25个题竹状，就跟兽题一样的，增加了砚台装饰的生动性。所以这个砚台啊，就证明啊是当时长乐公主生前经常用的，因为她善丹青嘛，古代说丹青就是我们说的琴棋书画一样的，就也是一个才女。这个砚盖呢越大于砚台，特别是中央稍微凸起来的那一点呢，就实用性非常高。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研墨的话，你首先中央磨的话就不会储存，就稍微好使用一点嘛。整个砚台其实可以看到啊，青白色圆润啊，贵气十足，精美啊。所以说这个既简洁，但是又不失大气。所以当时的陶艺工艺水平啊非常厉害，同时呢显示啊当时皇室用的东西啊比较大气。这个砚台呢，平时我们看到的都比较小，它这个呢是非常大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四周旋纹内残留的这个墨迹啊，还有我们的黑色的，可以证明啊，这个是经常使用的。作为国宝啊，一级文物啊，这个弥足珍贵，是古代墓葬中啊出土罕见的文房用具啊。因为平时我们看文房用具，出土的比较少。同时呢，这个也佐证了唐朝人比较酷爱书法的社会时尚。就我们常说的，像兰亭序到底是在昭陵还是乾陵一样的，他们特别喜欢书法，喜欢文化。同时呢，这个也可以证明一点，长乐公主啊，平时对这些特别喜欢，对这个砚台呢也情有独钟，所以呢去世之后才会有陪葬。因为可以这样说嘛，如果你生前不是很喜欢这件东西的时候，李世民是不会给他陪葬的，正因为特别喜欢才给他陪葬了。在长乐公主包括昭陵很多陪葬墓啊，它其实出土了很多国宝，像昭陵有个昭陵六骏，还有那个韦贵妃啊有一个双目兽，这个都很多。